人类知道被针刺、撞到脚趾和牙疼有多痛。我们可以分辨许多类型的疼痛，并有多种应对方式。但其他物种呢？我们周围的动物如何感到疼痛？我们一定要找出答案。我们把动物作为宠物饲养，它们让我们周围变得有趣。我们养殖了许多物种来获取食物，并将它们用于实验，来发展科学和提高人类健康水平。动物显然对我们很重要，因此我们也应该避免让它们遭受不必要的疼痛。对于与我们相似的动物，如哺乳动物，当它们受伤时，通常表现得很明显。但有很多事情还没有答案，比如对我们有效的止痛药是否也对它们有所帮助。动物与我们越不同，就越难理解它们的感受。如何判断虾是否感到疼痛？蛇、蜗牛？在包括人类在内的脊椎动物中，疼痛可分为2个不同的过程。首先，神经和皮肤会感知到有害的东西，并将这些信息传达给脊髓，然后运动神经元激活可以使我们迅速逃离威胁的动作。这是对伤害的物理识别，称为痛感。几乎所有动物，即使是神经系统非常简单的动物，都会经历这个过程。如果没有这种能力，动物将无法避免伤害，生存也将受到威胁。第2部分是对伤害的知觉识别。在人体中，当皮肤中的感觉神经元通过脊髓与大脑进行第2轮连接时，就会发生这种情况。在那里，多个区域的数百万神经元一起产生疼痛感。对我们来说，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体验，与恐惧、恐慌和压力等情绪有关。我们可以和他人沟通这种感受，但很难确切地了解动物如何体验这部分过程，因为大多数动物无法向我们展示它们的感受。然而，我们可以从观察动物的行为方式中得到线索。我们知道，受伤的野生动物会护理它们的伤口，发出噪音，以表明自己的痛苦，并离群索居。在实验室中，科学家们发现，鸡和大鼠等动物如果受伤，会自行服用止痛药。动物还会避免再次经历它们已经受过伤的情形，这表明它们能够意识到威胁。研究已经让我们确定脊椎动物能够识别疼痛，因此在许多国家，对动物的不必要伤害是非法的。但其他类型的动物呢？比如无脊椎动物，这些动物不受法律保护，部分原因是它们的行为更难解读。我们可以对一些动物行为做出合理猜测，如牡蛎、蠕虫和水母。这些动物缺乏大脑，或只有非常简单的大脑。例如，当把柠檬汁洒到牡蛎身上，它可能会因为痛感而收缩。但它只有简单的神经系统，就不可能出现知觉疼痛。然而，其他无脊椎动物更复杂，例如章鱼具有成熟的大脑，被认为是最聪明的无脊椎动物之一。然而，在许多国家，人们还是生吃章鱼。我们也会活煮小龙虾、虾和蟹，即使我们不知道它们感受如何。这就构成了一个道德问题，因为我们可能会给这些动物带来不必要的痛苦。科学实验虽然有争议，但可以给我们一些线索。对寄居蟹的测试表明，被电击过后，它们会离开不好的贝壳，但如果是好的贝壳，它们会继续留下来。而本来卷起受伤触手以保护自己的八爪鱼，也会冒着风险用这只触手抓捕猎物。这表明这些动物会根据感官输入做出价值判断，而不仅仅是对伤害做出反应。同时，科学家们知道，螃蟹受到电击时会反复摩擦被电击的部位。即使是海参，也会在知道即将受到有害刺激时收缩。这意味着它们有一些对身体感觉的记忆。关于动物疼痛，我们还有很多要了解。随着知识的增长，有一天，我们可能再也不会让动物遭受不必要的疼痛了。当我们谈论动物世界正发生的一举一动时，你有没有想过狗是如何用鼻子去看的？或者蜜蜂是怎么建造出它们的几何形蜂巢的？点击观看其中一个视频，去解答这些重要疑问。